I must definitely get that fellow post。完了，得罪老板了吗？所以老板说我必须一定，哎，你看到这个 definitely 我刚讲了吗 ？definitely 表示这个事儿就是板上钉钉，铁定了吧？都是那个笨蛋朝我喷，我一定要把他给派走。哎，所以是 get that fellow posted， 我就把他给什么派到别处去，把他发配到非洲去，对吧？哈，或者是反正把他派到打扫卫生去，扫厕所去。get somebody posted 就表示你可以有这种人事变动的权利，就把某人调到某个岗位去，所以 get somebody posted。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把那个人给调走，不让在我眼这儿，烦死了。I must definitely get that fellow posted。那么这个 that fellow 就表达就是对人，因为这个大使对此非常生气嘛。你想，你好端端的赶紧去看发生了，结果被人喷了一下，你能那个高兴吗？肯定不高兴啊。所以说就是他连续用两个词，一个是 that fool， 还有 that fellow， 就是都不用说 that person， 用的是 fool 和 fellow， 就说明对此人非常的厌恶，用的是傻瓜和那家伙，因为 fellow 这词表示家伙的意思。OK，that fellow。好了，我必须要把那家伙给派走，不让在我身边待着了。The ambassador's wife went on asking questions。那么他的妻子呢，就继续 went on， 哎，这个小段记上就是继续的意思 ，go on doing， 继续问。When she suddenly noticed a big hole in her husband's head， 那么他妻子就继续问，问着问着，突然间就看到她丈夫帽上有个大洞来，就这个 suddenly， 这个妻子迅速说，And how can you explain that？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帽子怎么有个洞呢？哎 ，How can you explain that？ Oh, that。Someone fired a shot through my office window。哇塞，这个形态更加严重了吧？哦，你说这个洞有人从窗外开了一枪，哇，这个是超可怕，这个是生命危险吧？我们看这个朝窗外开的是 fire a shot through the window。我们说那个窗户从外国一定是窗了 through the window 吧？所以说开枪叫做 fire a shot。这个洞有人在窗外冲着我这儿开了一枪。Accurate, don't you think？ 你看这个大使不忘开玩笑吧？是不是枪法超准呢？Fortunately, I wasn't wearing it at the time。 所以说这个帽子救他一命吧。那么你想，在窗外的人往窗里边看，那肯定是往帽子上打吧，因为他会误以为这个帽子底下就是人头吧。你想，如果他当时此时此刻如果戴了帽子的话，那这人就嗝了吧，对不对？你想，砰一枪嘛。所以说这个人也挺厉害吧，这个射击的，对吧？但是所以他说 accurate， 枪法是不是很准呀？但是很幸运的是 I wasn't wearing at the time。 哎，他开枪那会儿我没戴帽子。If I had been,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get home for lunch。 好啦，本课说了这么半天，绕了这么一大堆，终于在最后出现了一个虚拟句子，就在这里了。If 引导的 If I had been， 我们当时讲过，从句里面是个过去完成，而主句里面是 wouldn't have been， 是过去将来完成，完成对完成，大家还有印象吧？这是我们当时讲过，对什么的虚拟来着？哎，对过去的虚拟。哎，所以我们叫做完成对完成。完成对完成，所以说如果我 I had been wearing 吧，就是说如果我当时就戴着那个帽子的话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我就已经没有能力回来吃饭了，我就已经死了。哎，所以用那个 be able to get home for lunch 结束了。好啊，所以这个 a fantasy 这个小故事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所以这篇文章大家只要能够通篇读下来就可以了，因为这故事本来就是个虚构的小故事，让大家通过这个小故事在此了解一下一些相关的用法。我们这里面就出现了一句这个虚拟句小句子，那么剩下一些小的知识点，大家好好再根据我们这个课程的视频再好好回放一下。Okay, so that's the end of the funny story。 好了，我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再次帮大家把这个文章再次过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新概念儿童当中的倒数第二课。Okay, let's go back. A fantasy， 纯属虚构。我们看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次把重点给大家再次勾画一下。A fantasy. When the ambassador of Ascalopia returned home for lunch, his wife got a shock.
首先呢，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此也会虚构出了一个国家。因此刚刚出来讲像这个 L95这个单词，大家无需去把它记忆，因为就是我们的一个虚构的一个小地方就可以了。大家记住的用法是 the ambassador of， 我们可以直接加这个地名，就表示这个某某国的大使。The ambassador of blah blah country 就表示某国大使。第二个短语是 return home for lunch。return 就是表示回到，就是表示回家吃午饭。那么比如说呢，回家吃晚饭怎么就是 return home for dinner，return home for dinner，return home for lunch， 回家吃午饭。His wife got shocked。那么这个词我们在新概念词之前就曾经讲到过，就是 shock 这个词既是动词也是一个名词。如果它指动词，比如说 something shocked me 是可以 OK 的，但如果它要指的是一个名词，可以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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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 shocked， 比如说He got a shock, I got a shock 就表某人大吃了一惊 got a shock。所以我们当时讲过 shock 这词跟 surprise 区别，就是 surprise 是表示惊喜，而 shock 表示那种惊吓和震惊的意思。好，这是我们第一小句子。The ambassador of Ethiopia returned home for lunch， 还有 got a shock。Next one, he looked pale and his clothes were in a frightful state。我们刚刚讲过，一般这个词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小词组 ，look pale。Look pale 就表示脸色苍白，看起来脸色很差的意思。那么人在疲劳、生气，或者是生病的时候都会 look pale。那么 pale 这个词原意是表示白色的、苍白的意思，所以 look pale 就表示脸色很差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大使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妻子之所以 got a shock， 原因就是因为他脸色很差吧。好，所以这个词 look pale 这个小词组记住 look pale。还有就是 be in a frightful state。我们记住，所有的 be 动词后面都把这个变成原形 be blah blah blah， 就是 be in a frightful state。我们刚刚讲过 frightful 是表示很糟糕的、很差的、很可怕的意思。那么这个词是一个很老式的用法，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把它替换成be in a bad state 也可以。state 这个词表示状态意思 ，be in bad state 表示就是状态很差，又 look pale， 然后又 be in a bad state 就表示这个人真的整个状况非常不佳。好，所以 look pale，be in a frightful state。What has happened? How did your clothes get into such a mess? 好，所以下面这个用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词用法。What has happened? 其实如果你要是对眼下的时候说话，可以说 What has happened? 如果这就是针对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你比如说别人跟你说，哎 ，something bad happened to me 啊，我现在遇到一些麻烦事儿，你可以接着问什么呀 ？What happened? 这个用法也可以用。那么 What has happened 就表示强调。现在就是可能现在说话人两个正在表达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刚刚发生不久，所以用了一个现在完成时 what has happened。那么其实大家经常在这课文里见的是 what happened 这个用法也是可以的。好，所以这个 what happened 用法 what has happened 以及 how did clothes get into such a mess， 那么这个用法是 get such a mess。Get into such a mess。那么因为我们讲过 ，get into 就表示进入的，那么 get into blah blah 就表示就是你怎么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 get into such a mess 表示你怎么这么乱糟糟的 ？get into， 我们还之前讲过，比如说 get into trouble， 陷入麻烦的意思。get into 的用法。OK，What has happened? Get into such a mess. A fire extinguisher answered the ambassador dryly. University students set the embassy on fire this morning. 好，这个词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用法的，记下这个 a fire extinguisher 我们刚刚讲过了。还有第二个就是dryly 这个词，我们说它是一个小副词，所以说在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好像用到的几率并不是很大了。dryly University students set the embassy on fire。好，这个词我们讲过了。set something on fire 就是往哪个地方放火了。我们说这个词是非常不好的啊。set fire，se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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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fire， 也可以说 set fire。放火这个词可以说 set a fire， 也可以说 set a place on fire， 就是让某个地方着火。OK，a fire extinguisher se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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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fire. Good heavens! Exclaimed his wife. And where were you at the time? 好，还有这个小词组 good heavens，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传统式的说法。其实现在大家都不说这 good heavens， 我的天呐，这个词大家现在比较流行什么呀 ？Oh my god！我记得前几年那个春晚上面是 Oh my God， 对不对？所以这个现代人一般不怎么说，所以新概念这个书还算比较老，就是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哪些说法是比较老式说，比如说那个 dryly 还有 frightful， 以及这个 good heaven， 其实现在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大家都会喜欢说那个 Oh my God， 因为我们说这个 heaven 的用法其实比较偏古老式或者偏书面式，因为平常人说话都会用 God 这个词，好吧 ？God 就我们上节刚刚讲那个。For God's sake，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 For God's sake， 就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词我们一般也不会说 For heaven's sake， 我们会变成 For God's sake。所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完全可以变成 Oh my God， 就是 OMG，OMG， Oh my God。好，所以这一当中 Good heavens，Good heavens， 还有那个小动词 exclaim， 大声嚷道 exclaim。I was in the office as usual。好，这个词我们在前面讲过，星二里面多次出现这个小词组 as usual， 就是像往常一样。我跟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里办公。The fire broke out in the basement. I went down immediately. Of course。好，下面这个 broke out 我们刚刚在提到过的，突然间爆发的意思。Broke out 从哪里呢 ？In the basement。Fire the boat， 因为火是突然間着出来的，所以他才吓了一跳。Broke out， 还有下面这个词 immediately， 刚刚讲过的 immediately。And that fool horse aimed a fire extinguisher at me. He thought I was on fire. 好 ，that fool 那个傻瓜 aim something at me， 拿着这个灭火器冲着我直喷，所以是aimed 这个词朝着意思，目标的意思 aim something at somebody. I must definitely get the fellow posted. Get somebody posted 我们刚刚讲的，把某人派走。Get somebody posted. The ambassador's wife ended up asking questions when she suddenly noticed a big hole in her husband's hat. And how can you explain that? She asked. 好，这里面 went on 我们刚讲过了，继续持续做某事 ，go on doing something， 还有 notice 这个词，发现 notice a big hole。How can you explain 就是这是怎么搞的，或者说这是怎么回事。不一定非要翻译字面意思说你这个怎么能解释，因为 explain 是解释，但这里不用翻译成说你怎么解释，应该是说这是怎么回事的意思。How can you explain that？ 这是怎么回事 ？Oh that said the ambassador. Someone fired a shot through my office window. 好，这个小节是 through， 从窗户射了一个子弹进来，开了一枪。Fire a shot， 开枪。Fire a shot. Accurate, don't you think? Accurate.Accurate 这个词我们在曾经那个 Big Ben 里面讲过 ，accurate 是表示很精准、精确的意思 ，accurate 就是枪法真准，对不对呀？这是一个自嘲了。Fortunately 这个词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幸运的是 ，I wasn't wearing it at the time. If I had been,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get home for lunch.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虚拟系。那么由此呢，我们最后再次把这个小语法部分再次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说在前面几讲当中，楚帅多次讲过这个虚拟系，其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小的标志是 if 吧。我们先后在这个Big Ben 里面就提到过这个用法，就是 if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hadn't feared the invasion，the Big Ben would 不是。那个the English Channel，sorry， 就那个英吉利海峡隧道时，我们当时讲过，说当时如果不是英国人害怕侵略的话，那么这个早就已经建成了。If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had not feared of invasion, 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d。还记得这句话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出现很多次，还有在 Big Ben 里面也是。If the old Parliament hadn't been burned down。The new parliament, the Big Ben would not have been complete， 都是这样子吧？就说如果当时旧的国会没有被焚烧的话，那么这个新的国家也不会建，就不会有 Big Ben。那么这句话也是说 ，If I had been， 如果当时我正戴着那帽子的话，那么人家就是朝我这开一枪，我就直接死掉了吧？因为那个打枪的人也非常的聪明，人家就专门瞄那帽子，因为帽子底下一定是人头啊，所以人头直接砰一枪就死掉了。所以说，如果当时我要戴这顶帽子的话，那我就必死啊，对吧？所以说后面那个虚拟的表达就是 If I had been, I wouldn't， 用那个我不可能 have been able to get home for lunch， 就是没有能力了。Be able to do， 所以我们说在虚拟题当中，我们强调大家是一定要看清楚你的虚拟和假设是针对现在还是过去还是将来。其实我们在整个的用法当中，对于现在和过去用法是最多的。我们这个里面新加二册里边多次出现都是对过去的一个事情虚拟，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从句和主句都是安排的非常的清晰。从句一定是过去完成，而主句一定是 would have done 这样的过去将来完成时来搭配，就一定是 would have done 的用法。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的口诀，我们再次给大家讲一下那口诀。如果对现在的话，我们就要做什么呀？过去对过将，就是 if 的从句用的是一般过去时，而它的主句用的是 would do。但如果是对过去的话，一定就是口诀是完成对完成就可以了，就是从句是过去完成，而主句是 would have done 的用法。所以这是我们本课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的所有的知识点，还有最后这个小语法知识。大家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可以倒回去我们前那个The English Channel， 就是我们那个 Channel， 就是英吉利海峡隧道里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虚拟句的用法，好吧？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5课的课文加知识点就串讲这么多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课文就讲完了啊 ，Fantasy 纯属虚构。好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新概念二册的96课已经讲到了第95课了。那么楚帅的新概念二册课程的有效期大概是要将近2年时间。那么所以说这应该算作我们的 the first term 的第一波就结束了。那么第一波课程结束之后，并不代表大家就开始不看了。有很多学生，我也相信很多学生就是看完第一遍之后说，哎呀，不想了，烦死了。你能不能达到像楚帅那样，能够突然间想起篇课文，知道它的语法点知识，或者能够突然间脱口而出一个小句子？比如说你现在能够随便脱口而出一个句子来，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你说明你学的还是非常扎实的。如果你不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再学下第2遍。如果你只能复出一个小句子，那远远不够。大家应该现在脑中迅速浮现出一些楚帅在课上说过的某些非常经典的小句子，经典，比如说 People are not honest as they once were， 像这样小句子。非常非常多的小句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新概念二册虽然说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并不标志大家就再也不要学了，因为我们的有效期之内大家都可以反复观看，这个是楚帅网校课程最大的优势。所以有这么好的资源和这么好的老师在给你讲课，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再次从头复习一下，因为语法定知识、语言这种东西一定是在 repeat 上面来出现的，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你会发现温故而知新这句话，孔子老爷爷说的还是非常非常对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纯属虚构就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下一课 Lesson 96 See you next time